大家看一下哈，我现在是站在咱们小院的房顶上哈，给大家看一下咱们小院的轮廓哈，呃，这个防晒网哈，因为这边没有树，然后咱们就是用的防晒网因为这个防晒网吧也是咱们那个去年有位爱心人士给咱们小院资助的，我记得是这块加那块一共2块花了300多块钱。因为咱们维护的也比较好，所以说吧，今年咱们还可以再用哈，因为咱们小院吧，狗狗也很多，然后也增加了不少狗狗，然后也围了很多地方，说防晒网也不够用了，后来我就用那个在家里又找了一块这种布哈，然后又给它蒙上了，包括那边的都是哈，那边咱们都是找的这种。淘换的2手的这种防晒网，轻轻的一拉吧，它就碎了，但是吧，咱们就是也能起到一个很好的防晒的一个作用，所以说这方面大家也不用担心，再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小院吧，树比较多，看一下，那边都是毛孩子哈住的地方，毛孩子住的地方吧，那个都是在树下，所以那边就不用拉防晒网，对，看一下。这是咱们小院的，因为这下面的话都是小一点的狗狗，然后那边吧住的都是大一点的狗狗因为两边都是要隔开的，对，这样的话，比较安全一些。有的爱心人士哈想那个看一下咱们这个小院的房子哈，大家看一下哈，看这个房子都裂开了，这个屋吧也是空斜的哈，这几个屋，但是不敢让毛孩子们进去住哈。对，因为太危险了，所以说吧，也即使空闲下来吧，我也不敢让毛孩子进去住。然后这个屋是我住的哈，上面也是塌了，我不知道搁这大家能不能看清，上面那个彩钢瓦，不是石棉瓦，当时的时候塌的也特别厉害哈，然后没有别的办法，我又弄了一些石棉瓦，然后在我住的上面又铺了一些，对。这样的话就是勉强能住吧，但是毛孩子绝对不敢让他们进去住，对，就是目前对就是这个样子。回头我再拍一下里面的状况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天过得特别快哈，就是忙着忙着天就黑了。今天这个视频嘛也是比较着急，所以说吧只能打着手电筒给大家去说一下因为那个有一些爱心人士哈特别担心小月的一个处境，因为现在天气吧也是越来越热了哈包括那个和平，也就是说是UNA 的一个好朋友哈特别关心咱们小月目前的一个处境。所以说吧，今天主要是对更新一下这个视频，说一下这个小院的一个状况。之前的时候最早之前的时候，一直想了一个愿望，就是一直想着给毛孩子们铺上水泥地，因为咱们这个地哈，大家看一下都是一些土地一到了下雨了，就是特别潮湿，所以说没有办法哈，那个时候就有这么个愿望。后来的时候我又算了一下，因为现在咱们小院的毛孩子也比较多围的这个围栏吧也比较多，就算把毛孩子们住的地方和玩耍的地方铺上水泥地这算下来这笔费用也很大，所以说我到现在我也不敢想不敢想这件事对没有别的办法哈再还有一个关于这个床的事儿哈因为咱们之前吧买的这个床都是一些2手的，比较便宜中间是木头的，所以说吧对，所以说木头呢它也不常用也坏了很多，这个木头床吧也坏了很多那前2天吧我又查了一下，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那种全塑料的床哈，那种床比较结实然后看了一下80-90块钱一张，对，后我一看这么贵后我又想了想，我说等着看看找机会去找一找，去看一看有没有那种2手的，对，2手的估计能便宜很多哈，
有新的话太贵了，因为咱们小院有要的床这个也比较多，对。再还有个问题就是关于徐医生这边哈，徐医生这边，那段时间吧，给了徐医生2000块钱，目前吧，还差徐医生差不多有，那天算了一下，差不多，欠徐医生的费用不到14000块，对，因为主要是花销吧，这个医疗费的花销主要是给毛孩子们驱虫用的，还有各种那个，像杂七杂八的一些小毛病开的药，对。因为现在咱们小院的毛孩子哈，就是一个个的吧，都是驱虫比较及时吧，所以说他们吸收的营养也特别好，对，都是比较胖嘟嘟的，所以说就是驱虫这方面每个月都需要驱虫，对，所以说这样的开销也比较大。那个猫咪哈，咱们一直也是在房间里边养的，因为吧，害怕和狗狗有那个打架。所以说猫咪就单独在这个房间里面养的，就是一共咱们小院里边哈，一共有3间房子哈可以用，包括这个猫咪的房间，还有2间是狗狗的住的地方哈，专门给那些那个弱小的狗狗，体质差的狗狗给他们住的房子，也是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哈。如果是安空调的话，是3间房子加上这间房子哈，一共3间房子能那个安装空调。其实吧，我最担心的哈不是夏天，当然了，如果有空调会更好哈，最起码一点这个到了这个冬天吧，空调也能制热。我每一年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是让我最头疼的时候，因为咱们小院这种环境，保暖措施吧特别差，对，夏天的时候稍微好一些，对，主要是冬天，如果是能有安空调的话，最起码是能那个夏天冬天都可以用。如果单纯安个风扇的话，对，只能夏天用。还有一件事哈，给大家看一下，说一下，就是咱这个锅哈，看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个大铁锅哈，当时咱们买的时候吧，也是花了1000多块钱哈，结果那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吧，那个这个锅也彻底的坏了，也是一直没有给大家讲哈，大家看一下它这个锅底哈，看一下这锅底的话，完全已经塌下去了，看。对，已经是彻底不能用了，有一段时间了哈。目前咱们那个小院给毛孩子们做饭呢，一直用那个小电锅，那个小一点的那个电锅，一直给那个毛孩子们做饭。这个电锅吧，是120升，每次给毛孩子们做饭吧，做一锅需要1个多小时，每天吧需要做大概不到6锅饭，所以说每天的时间吧，全部耗在这个做饭的上面。因为锅也是比较小，现在狗狗也比较多，而且这样做饭的话，它也特别浪费电哈。对，因为需要做大概6锅饭，要做6次因为这个像这种铁锅吧，还有那种电锅吧，它属于消耗品哈，它会用一段时间，一定的时间会坏，很容易坏，所以说每次换一下吧，再去买的话，费用也很高。我一直想着给毛孩子们买一个蒸锅，就是蒸箱。对，那个蒸箱的话，就是相比之下，比这些锅呀、电锅呀，还有这个铁锅要好很多哈，因为那种东西它不是容易坏。最主要的一点的话，就是能一下子能把小院的毛孩子呀一次性把饭给做完。能省去时间来呀，我能去干点别的事儿，对，就包括上次买那个玉米机哈，当时也是存的钱嘛，当时想的是买个蒸锅，后来的时候因为这个玉米机吧也是属于一个2手吧，都是怎么说呢，就是可遇不可求的一些东西吧，所以说没有办法，我就一衡量一下，就先把那个玉米机给买回来了。玉米机买回来以后吧，咱们每个月确实也能省下来一笔开销。
嗯，我给那个送玉米的吧也打过电话了，他应该是后天哈，说后天就把那个玉米给送过来。现在玉米吧，咱们也快吃完了，马上就吃完了。对，目前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在这里真的是也特别感谢哈，感谢所有的爱心人士，一直对这些毛孩子们的关注与支持，谢谢你们，一直去，呵护他们哈，无私的帮助他们，谢谢你们。